我们从后头进去，这样不打扰他们。景老师的课是吧？这是高数是吗？是线性代数，是高代。这没人吧？这是什么课？来跟我去。刚才讲简爱是吧？我们的课堂不止于在校园，在更广阔的土地上。有的同志说，兰州大学是孤独的，兰州大学是最受委屈的。他是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西部能给我们一种独特的元素。有什么爱情忠告呢？享受的不是及时行乐，一步跟不上，然后就步步跟不上的不自信。不要去跟别人。严校长会有焦虑感吗？世间的大学有千所万所，能够接纳你的那一所，才是你最好的大学。我们的大学，本期演讲者严纯华。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一期节目，仍然是我们开讲了我们的大学其中的一期。说到我们的大学，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一个内心无法忘怀的校园。今天要说的这所大学，110年的历史，坐落在祖国的西北大地，在那个地方，据说每年10月份就开始下第一场雪了。月光干净的像从水晶的折射中发散出来的一样，真的让人心驰神往。但是最近有一个关于这个大学的消息，非常的震惊。那就是我在网上看到这所大学居然在买卖驾驶证。你们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儿吗？我也觉得。兰州大学骆驼驾驶证，据说兰州大学的新生入学，除了你分数线要达到，你必须有这个驾驶证，否则可能进不了校门。兰州大学的同学一定不会是仅仅把它当成一个玩笑，因为在这背后，除了他们开玩笑的这个驾驶证之外，还有一张照片，是一群毕业的孩子，抛着他们的毕业生的帽子，然后背景是这所学校的校门，上面写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兰州大学”。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有请严校长。您好，谢谢，您好，您好，谢谢严校长。谢谢各位，请坐。校长，出示一下您的驾驶证。刚换的衣服没带，没带，就这个东西太好玩了。这个在学校是真的是同学会人手一本吗？没有做到人手一本，因为印起来还是要花钱的。您对于这个驾驶证的解读是什么？我觉得第一，这个驾驶证彰显了我们兰州大学青年人的那种蓬勃向上和他们那种活泼、天真的那种性情。活泼天真我看出来了，蓬勃向上是怎么看出来？
骆驼比汽车高。而且骆驼有耐性，所以有这样一个骑在骆驼背上，眼界更高的这种感觉。那登高而招啊，必非家常。第二个感受，因为骆驼本身在西北地区，它是一种持久、醇厚以及它的这种耐力的一种象征，所以拥有这样的一个镇，你可能就已经拥有了一部分西北的那种气质。在艰难的环境中，仍然能够骄傲地忘我的生长。但是大家别以为在兰州大学骑骆驼真的是开玩笑。据我考证，在兰州大学确实有同学上课是骑骆驼，我们有照片为证。这是我们的资环学院的学生，他们在进行野外考察的时候，所以呢，以骆驼作为骑行的工具，到达他们实践和实习以及研究的地点。资环就是资源与环境，所以他们的专业的特点要求他们要适应那样一个考察的。但实际上，对于像兰州大学这样的一些大学，我们的课堂不止于在校园，在校园之外，在更广阔的、更广袤的土地上，可能就是我们的大课堂。非常简短的，以这样一个驾驶证作为契机，我们先揭开了兰州大学的神秘的面纱的一角。但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校长。校长其实不是兰州本地人，而且校长其实在兰州大学担任校长才1年半吧，1年半，1年半的时间。在此以前，严校长一直是在北大，北大化学系的高材生。听说您在北大的时候参加过合唱团？那这是爱好者。您真的参加过北大合唱团？当时，您知道你入学的时候，我是94年。对，94年的时候，那时候在北大面试的时候还有我呢。恩师，恩师。刚才一听您讲话，我就知道您一定是男低音声部的。没有，你说错了，我是高音哦。今天如果在开讲的过程当中，如果机会合适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一个校长的艺术和学问，好不好？不敢，因为校长还是要像个校长。今天请您来这里做开讲，是期待着从您这里了解一个110年历史的中国西北大地上第一个建立起来的高校。接下来我把讲台留给您，有请严校长为我们开讲。我今天想用我心目当中的好大学，来跟大家一起想象，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学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它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是一个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以及技能的地方。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大学就是一个育人之所。每年毕业季的时候，校长、书记总要在我们学生的纪念册上面留一些话。于是，就是把自己收藏刮肚，我就写道：我说大学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于一所大学，我们的教学、知识的获取、科研能力的长成，实际上无外乎是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让我们提高我们自己服务这个社会，同时提升自己能力的一个过程。好大学，它提供的营养可能更为特殊一些。这样的一些营养，它不以一个学校的学生他的工资的高低，他成名或成家，或者是成官作为一个标志。
而是这所大学的学生走出来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这所大学它独有的气质，它独有的文化，以及它那种天然的禀赋。而兰州大学，你到了那儿以后，第一个感受，我是由衷的。那些像瓷娃娃一样的那些女生，我们还有一些男生，你在跟他们对视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是，你能够从我们学生的眼帘，能够看到他的心底，这种清澈，这种无世故、无功利的这种纯真，让你为之一振。当我跟我们的同事们，跟我们不同年龄段的老师们在交流的时候，你扑面而来的感受到了一种厚重，一种扎实，你就会想到，你好像觉得自己做任何的事情，你都是应该的。有一位叫谢延廷的同学，他小的时候得了脑瘫，他的行动是困难的，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的逻辑、他的学习以及他的思维和推理。就在兰州大学，在8年当中，成为我们不在编的一位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到现在，他在国际的著名刊物，包括像澳大利亚组合学杂志等，发表文章。我们来自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徐守军教授，他陪伴着谢延廷走过了过去的8年的时光，教他讨论、引导、修改、指正。我开始知道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位年长的老师，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他。昨天从兰州飞北京的飞机落地之后，我才在下飞机的时候见了他一眼。我说，这么一位年轻的教师，他能够对我们的青年的学子，能够有这样一份纯正的感情和纯真的情谊，我想，这所大学让我们有了好教授，能够有家国情怀，还有世界眼光，并且在奋斗中养成自己，同时在帮助他人中发挥着自己的才能。这就是一所好大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小孩慢慢长起来。比如就像我自己，在7、8年从上海考到北京，当时为什么考北京呢？对于绝大多数的学生，他并没有好大学的概念。那时候的好大学，或那时候上大学，可能就意味着，就是自己能够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了，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了。那么对于我从上海过来，我之所以选择，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北大有多么的大，北大有多么的伟大，就简单的念头就是远离父母，少受管教。北大的校徽是分3种颜色，本科生是白底红字，研究生是橘黄底红字，而教师是红底红字。当我们带了这个校徽以后，尤其是头1年，你带着这个校徽，只要走到海淀镇，走出校园，那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路上，一些别的大学的女生，包括男生，看到北京大学那几个字，虽然自己不会轻易的挺出来让人家看，但是呢，自己不经意之中故意的要让人家看一看。随后到了研究生，我们跟7级差半年入学，他们先上研究生了，因为我们都在一起上课，怎么转眼间他们换了颜色了？我们就是暗暗的在心里头给自己立一个小的 flag，
过几天，我也带一个橘红色的。所以这种对于校徽的这种情节，实际上在我们那一代人是伴随着我们成长，你才会发现，一所好大学给你的这种滋养，远不止你自己所能感受到的。当然，对一个好大学，除了它本身这样的一些潜质以外，它还得真正的能够对社会、对于我们的生产以及创新有所奉献。我一直强调，一所大学它应该有自己的性格，而且一所大学应该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敦煌学，我们的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我们跟我们西北的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文化、艺术、民族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题材、方向、课题，这就成了我们不二的一个选择。一所好的大学，除了我们在育人方面要拥有自己的根基，还有一个，你如何能够融入这种全球的文化当中。对于兰州大学来说，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走向国际，并且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角色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跟其他的单位一起，我们成立了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从联盟创始之初，我们讨论的是全世界这些学校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水的问题、能源的问题、生态的问题。我们由此就能够打开兰州大学在国际化、在文化创新与传承当中，我们自己能做的一些工作。有的同志说，兰州大学是孤独的，兰州大学是最受委屈的。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报道。不管这样的一些话出自什么样的群落，出自什么样的目的，但有一个是关心这所学校，同时关爱这所学校，并且希望这所学校做得越来越好。而我自己个人认为，在奋斗当中，本身奋斗者他是幸福的。对于我自己认识这所学校，我认为他并不孤独，也不委屈，因为我们兰大人从不认为自己委屈，这就是兰大人的一种精神。因为我们知道国家，知道我们的母亲不富裕，知道我们的西部它一定会发展，知道我们的学校对于西部来说，对于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的整体的战略布局来说是如此的重要，我们还有什么委屈呢？大家可能觉得在北京上学，包括我们从西北地区来的，假如说出息了，那就是不回去了。我们每年来自西部的学生占到了50%。毕业的时候，我们有50%以上的学生留在了西部工作。我们的博士生有超过70%坚守在了西部。我想这是一个其他学校所没有的数据。我们曾经有一位校友写过一段饱含深情的话，就是世间的大学有千所万所，能够接纳你的那一所，才是你最好的大学。同时，对于我们这些还在学校里头工作、学习中的同学、老师来说，我们就希望能够把兰州大学面上的那个土稍微的掸一掸，把它的字描得更加的鲜艳一点，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
在一所好的大学当中，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成为一个好的学生，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家庭、对于整个的世界有贡献，或者是有启发的一个人，使这所大学能够越变越好。我愿意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共同缔造我心目当中的好大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听完严校长的开讲之后，我第一感觉，您是一个被科学家耽误了的播音员。普通话说的不好，您的声音、您的这个语调和您的这个情感的把控，有几次都让我以为台上的是康辉。但是，您的开讲让很多人认识了兰州大学。对于没去过的人来讲，首先就会带上自己的想象。哦，兰州在中国的西北啊，那个地方黄河岸边啊，然后，所以刚才您在开讲的过程中，问题雪片般飞来。接下来是现场观众小纸条的问题。严校长您好，在您的描述里，大学就像象牙塔，但是进入大学之后，社团呢 GPA 啊。GPA 是什么？这是那个绩点，就考试的那个分数的那个不同的分数段，它有一个4.0、3.8、3.5。我们上学那会儿没有这个。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社团、GPA、科研、出国、恋爱，纷纷扰扰，评价标准的多元化让人迷茫。您认为，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对于本科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把自己高中的时候，或者说过去12年已经屡战屡胜过的这样的一些学习的习惯、知识摄取和自己整理的这样的一套习惯，能够在大学里头进行一次再塑，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不会被数学所虐。你才不会被实验所乱，你也不会被身边那个漂亮的美眉所晃了眼，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新的学习规律，并且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生活的习惯，把你的学习跟你的体育锻炼、跟你的文化素养的这样的一种塑造，以及跟你与社会、与他人交往能力的这种提升，能够组合到一起。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它还是一个创造知识的地方，它更是一个再塑自己能力的地方。但显然，严校长刚才这段话是给男生说的，不为身边那个漂亮的美眉。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就像您刚才说的，学习的方法和学习能力到了大学应该有一次升级提升，对，有一次重新的提升，对。所以我觉得大学给我个人的感受，因为我确实不是一个在学术上很优秀的北大学生，这一点确实，我的法学的这个学术水平跟我的同学比，简直就是连渣都算不上。但是我觉得北大教给我的最有用的东西，就是一种学习的方法。我有我自己的方法和途径，所以在我工作的过程当中，在我跟人交流的过程中，我总能学到新的东西，来丰富，来提升。所以我觉得学习方法真的是每一位校长在这个讲台上都会告诉同学的一个法宝。学习方法，本科生注意这一点。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替您捏把汗。您不一定能够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好，您是化学家，您能用化学原理为我们解释一下立了 flag 总会倒效应吗？要用化学的原理来，我可能很难答出来。
但是我给你们讲一个，立了 flag 总会倒的这个原理，在你们眼里头，那个年长的，甚至是老头老太太身上也一样。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大学第1年，寒假，那是必然要回家的。回家之前，因为当时放假就15、16天，2天1本书，借了8本数学书，而且还是借了人家的借书证。因为学生的借书证一次只能借4本，对，有限制。有限制，借了8本书，捆好拿回去了。立 flag， 原来就是说2天1本，等要回来了，你发现那个绳儿都没解。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称之为立了 flag 总会倒原理也罢，我觉得它原因就在于什么？没有正视自己，那个旗子啊立得太高了。对我们青年人，我们心里头要有梦想，要有志向，但是始于脚下。现在很多年轻人估计把 flag 就立了，我要上兰州大学。接下来时间交给6位青年代表。好，你先来。小蔡老师好，严校长好。我呢，我叫薛子昂，是一名高3学生。看着不像啊。成熟，对，成熟。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我的大学生活了。在我的印象里啊，高中生活是老师把知识讲给你，你回去背，回去记，就是一种贝多芬的状态，背得越多分越高。但是在我的印象，就是我所耳闻的大学生活里，可能探究研究的内容会更多，然后更宽松的这个环境，可能对自己的自控力、自制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想问严校长，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应届的这个高中毕业生来讲，在进入大学前的最后这几个月里，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哪几件事情？读一些自己最想读的书，不问东西，只要是书，而且你喜欢的，你就可以用详读、概读，甚至扫描的形式翻一遍，读一下。第二个，就是你要对于今后再重新梳理一下，我现在去了这个 A 专业，那么你要对这个专业本身要充分的理解。我觉得进入大学以后最应该做的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课表。第二个，要养成一个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锻炼要排到课表上，形成自己终身喜欢的某1、2个运动。第三个，就是你必须要学会跟别人的讨论。平时您跟年轻学生交流的多吗？就现在的孩子们，他们习惯的这种交流的方式，网络的用语实际上这个他们说的东西，您有好多东西是现学的。比如我在几年前在这个北大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学生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因为他要毕业了，而且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得了优秀。他说：“严老师，今天我要报告，你来不来？您来不来？我正好在出差。”哦，我以为真的是做学术报告。我说这样，你找几个跟你方向相同的，你先跟他们讲一讲。学生后面就不再不再说话了。等我回来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几年前那个报告是请吃饭。哦，这是暗语，不是暗语，学生的一种年轻人的这个话。那么有好多这样的一些网络的语言，实际上，说实话，我听不太懂。但是我现在在学，那么跟学生的这种交流呢，应该说是比较广泛，因为在食堂、在教室、在图书馆，然后包括到宿舍。只是我到了宿舍以后，现在还没有把那个劲儿给提起来，就看到宿舍里头有睡懒觉的，当然是男生宿舍，我上去把被子掀起来，屁股上拍一巴掌，现在还没有做到，就跟学生的交流很通畅。然后用中文和英语说起床。好的，谢谢严校长。听了严校长的解答之后，回去你可以告诉同学，如果高中是贝多芬，大学就是莫扎特，磨砺自己的学习方法，扎扎实实的做好你的学问，培养自己的特质。莫扎特。下一位，
那我是刘家辉，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兰州人。很欢迎严校长能够来到兰州大学担任我们的兰大校长。啊，你是兰大的学生？不，我不是兰大的学生。然后，校长那个，你别紧张，你又不是兰大的学生，你紧张啥？就是别紧张，对，别紧张。您觉得兰州的三宝是哪三样宝贝？我觉得第一宝是牛肉面，第二宝是兰州的百合，第三宝应该是兰州的羊羔肉。校长回答的对吗？三宝其实有很多的说法，我所知道的三宝是三个一，是一条河黄河，一碗面牛肉面，一所大学兰州大学。然后我还很清晰的记得，在我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那就是我身边的学霸，他们真的是太学霸了。就比如说微积分课布置作业，然后那些学霸他们做题速度就是刷，然后就很快就做完了。而我就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当我还在做作业的时候呢，这些学霸他们就已经去参加体育锻炼，就这样真的是有一种一步跟不上，然后就步步跟不上的这种焦虑，还有不自信。您认为应该怎样面对这种差距带来的不自信呢？首先，不要去跟别人比，因为你跟别人比，人比人，就没法再往下说了。所以，第一是不要比，第二的话呢，就像我们跑步一样。假如跑一个长跑，前面的人，你假如想要赶上他，那么你可能就会乱了自己的呼吸，乱了自己的节奏，到最后是越离越远。第三个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包括像撒贝宁这样的学霸，他假如去比他背出来的那些知识，他可能比不过别人，但是比他那种灵光一现的那样的一些知识，那么他就会很光彩。你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所以你就是比自己跟别人不同的地方。您当年读书的时候有经历过这种不自信或者焦虑吗？当然了。第一次这个我们普通话学测验，我当时记得我考了79分。为什么要有普通话测验？叫普通化学，不是普通话。普通化学。我吓一跳，我说为什么上北大要有普通话测验？没有这个考试。叫普通化学。普通化学。普通化学，应该说那个是我此前最低的分数，而且没想到这么低，低到我自己当时这么17岁的一个男生，都是偷偷的抹眼泪，因为过去从来没有拜过呀，就是没有过这样的说是考试了打开卷子还有不会的，嚯，就是还有这种情况。那么你就慢慢的知道了，实际上这种打击、这种压抑以及随后的迸发，实际上是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再塑造和再提升的过程，让你正视自己，同时也能够正视现实。更重要的，你就要学习他人。每个人所走的路可能不一样，但是这样的一种就是比不过人的这种纠结是肯定是有的。那么你就要在比不过人的时候树立自己的学习思想，敬重别人，并且正视自己。谢谢严校长。谢谢。我觉得家辉可能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你西北汉子在我印象中都是高大健壮的，你学什么专业把你学成这样？你在哪个学校现在？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读书。严老师，隔壁人比人气死人呐！考了79分，偷偷抹泪，说哪儿受过这种打击呀？哪儿经历过打开卷子发现还有不会的呀？谢谢，请坐。下一位，黄忠义。今天既然我们在谈我们的大学，那我想校园恋爱一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正在经历校园爱情的一个学生，因为我是异国恋。但是我们两个希望之后能够回到同一个城市，然后继续相处下去。但现实的客观条件呢，就是我们可能很难在同一个城市找到彼此都最心仪的工作，所以之后可能还会要异地。所以我觉得，到底是在校园爱情中享受当下呢，还是考虑未来呢？您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会不会对我们有什么爱情忠告呢？因为我原来经常的跟我女儿讨论这个问题，已经10多年前的事情了。作为一个家长或作为一个老师，实际上并不反对自己的子女恋爱，而且相反，他会鼓励，但是鼓励是有前提的。因为我说，对于我自己的研究生，包括我带的本科生，我说作为男生，第一，你要学会尊重；第二，你要学会自立。所谓尊重，你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所谓自立，也就你要非常的清楚，当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时候，要跟你今后真正爱的这个人，你要背着抱着，你都要跟他过下去。所以你自立就必须自己有能力，而且自己能背得动别人，抱得动别人，能够撑得起这个家。因为刚才那个话，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话听得我不是很顺耳。为什么呢？享受当下是对的，但是享受的不是及时行乐，享受的是当自己青葱的时候，自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种朦胧的感觉，而这样的一种感觉催动着自己要做得更好，做得更美，做得更强，异地也罢，非异地也罢。因为感情本身，假如要靠天天厮守才能完成，才能够稳定，我相信这就太累了。1天2天可以，10年8年就难了。所以我们从化学的角度，我可以来解释这个问题，说激发态永远是一个快的、短寿的，而且是一个高能量的状态。而真正过日子的是靠激态，激发态让你认识了他，激态让你爱上他。这句话会成为，我觉得会成为大学生中传播的一个经典。激发态会让你认识他，而激态会让你爱上他。对。谢谢严校长的分享。哇，好，下一位。刚才听您讲完课，咱们西北部的很多优秀人才曾经是以留在北上广深为荣，而现在有70%的都会回到咱们当地做当地的支持。但是网上也有另外的一种犀利的批评的吐槽，然后说现在的很多大学培养了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研究生的报考的官网上，最受欢迎的专业的学科当中，有70%都是商科和金融类。现在这种专业离钱近，然后好像赚钱很容易的专业，远比啃骨头搞研究的这些专业要受大家欢迎。咱们的严校长会有焦虑感吗？说实话，倒不是焦虑，而是一种担心、隐忧。但是你想开来也很正常，因为就像我们从小开始，假如在学习和玩之间，你一定是选择玩。那么在你付出同样的精力，你能够得到更多的时候，你可能就自然地选择了得到更多的那个专业。但是请不要忘掉，那是在自己还不足的时候，自己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我们说第一句打招呼的话是吃了吗？你现在就已经不是了，在那儿这个温饱谋生活的那个阶段之后，你就一定会回头看一下自己还有一些什么不足。随着自己不同的年龄阶段，他选择不同的区域，选择不同的工作，选择不同的职业，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关键的是，当他学有余力之后，他能够做得更多的时候，是不是做了？当他能力更大的时候，他是否承担了更高的责任？对，非常感谢严校长。下一位，来，彭红酒。对，
严校长好，萨老师好。其实我就是来自兰州大学渝中校区的一名学生。您上任兰州大学校长已经1年多了，就是我们同学们都能感觉到学校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师生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特别是去年年底，严校长还把他自己的个人邮箱和手机号码公布给我们。知道。所以严校长，您虽然是严校长，但是看起来一点儿也不严格呀，非常的对我们慈爱。严于律己。您是都会回复吗？我都会，我是有的呢是当场回复，然后呢当场删掉。你知道为什么吗？有的时候啊，说实话，就是你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一定要层一层再层一层，你不要去话赶话。因为学生给我写信，那一定是他逼急了，或者是憋的，但是有些话呢是横着来的。有些话呢，可能不见得全面，甚至有些不够礼貌。那你假如说从一个简单，假如面对我自己的研究生的时候，我就直不隆咚的就回去了，那我赶紧删掉。我过一个晚上我再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什么，你就把握他里面想表达的意思，对，而不是抱怨，他更不是反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所以你通过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工作哪些地方的欠缺。关于严校长对学生的严厉啊，还有一个小的故事，我给大家分享。有一次吃饭，在学校食堂，好像是有一个特别想报考您研究生的年轻人，好像是跟您在一块儿吃饭。结果吃完饭，严校长发现他的饭剩了将近一半多。严校长站起来说：“你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年轻人。”拂袖而去。但后来好像他还是念了您的念了。但是我相信这一件事情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会是一次，其实他跟学术无关，但是这些细节，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虽然是老师，但是为师为父，其实您和老师们平时也是在扮演着2种不一样的角色。刚才听到您对自己所带的学生非常严厉的例子，就是您在当校长的时候却很温柔。但是我想问，如果在之后有什么事情，您觉得是必须要严厉的？节目由金鸿魔法冰箱赞助播出，金鸿冰箱给你健康。有什么事情您觉得是必须要严厉的？我批评学生一般都是这么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团队精神。就是化学实验室，它是大家一个配合工作的。只要有一个人不注意、不检点、不顾家，这个实验室就会潜伏着很多的危险。比如说，对于大家要打扫卫生的时候，总有一个学生以各种托辞走了。这种情况，我一定会谈话、谈心，再不改，我一定要严厉的指出，因为这是比他的学问更重要。另外一个，对数据，就是对于所有的研究，因为有的孩子会做，有的孩子会说，有的孩子呢做的不怎么样，他说的比别人都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打压一下，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就要通过1、2个数据追究下去，让他知道自己哪个问题上没有考究清楚，让他做实。他今后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站在这个地方像小萨一样的高大上，他都是一个站得起的人，而且站得住的人，并且是别人尊重的人。好的，严校长，谢谢您。我今天听完您的开讲，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为什么这个开讲不是在我进大学之前？其实今天很多的问题在这儿，您都给了年轻人一个很有意思的，也很生动的解读。今天您讲了这么多，但是有一句我永远记得，那就是严校长刚才开讲中的一句：世间大学千千万，最好的大学，最合适的大学是接纳你的那所大学。感谢所有的大学校园，你们的挑选，你们的接纳，容纳了这么多年轻的心灵，谢谢你们。期待着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在学校遇见最好的自己。感谢收看开讲，再见。谢谢，再见。人来人
街头。